老公出轨，我看着牙牙学语的儿子，忍了。孩子受奶奶、姑姑这些人的教唆，品性越来越歪。我又咬咬牙，辞去了月薪2万的工作，全职做起了家庭主妇。8岁的儿子在外面看中了一个玩具，我看着几千块的乐高，再看看老公给的每月生活费的余额，说：“妈妈身上没这么多钱，你懂点事，我们不买这个了好吗？”谁知他倒在地上，开始撒泼打滚，甚至还对我拳脚相加。你没钱，你花的都是我爸的钱，你现在说你没钱，你算老几？钱都是我爸挣的，你敢不给我钱？我愣住了，场面一度失控。后来和老公离婚时，儿子哭着对我吼道：“你别想把我带走，我死都不会跟你走的。你离了我爸都没法活，我才不跟你，自己什么都不是，你还有脸管我呢？”这次我平静地点头，我本来也没打算带你，亲情长相守，真情在人间。大家好，我是秋兰，欢迎观看《真情人间》。我刚把家里收拾一遍，闹钟就响了，我急忙去接儿子放学，随便套了个外套就出门了。儿子的学校是中外合办的，我们家花了大半积蓄才让儿子进了这所学校。我被挤在一群贵妇中间，怕儿子看不到我，我用力挥手，谁知儿子原本开心的脸看到我之后立马垮了下来，他低头匆匆走到我这边。我看着别人家的孩子都和自己的家长亲亲热热，于是我尝试挽起儿子的手，儿子大力地甩开了我的手。上车后他便冲我大声喊：“我同学妈妈都打扮得像我小姑一样好看，你呢？穿的衣服跟在家里一样，又丑又土，给我丢脸。”儿子口中的小姑是老公的妹妹，嫁给了个穷货，每天还打扮得花枝招展。重要的是，她之前每天班都不上，有什么事都是管我老公要钱。这么多年白给她的钱都够买一个房子的首付了。后来我跑关系，好不容易给她介绍了个工作，她这才不至于每天都到我家里来打秋风。至于儿子同学的家长，儿子只看到别的同学妈妈的光鲜亮丽，可我看到他们身上动辄几万块的大衣和新做的美甲，又何尝不羡慕呢？可是上这个学校的非富即贵，只有我们家为了儿子的前途，是硬挤出来钱送儿子进这个学校，连保姆都请不起。我哪里有时间和金钱投资到自己身上？我耐住性子跟儿子解释：“妈妈刚做完家务就来接你了，没时间收拾自己。”儿子轻声哼了一下，跟老妈子一样。回到家，儿子便一把抢过我手里给他拿的书包，一步并作几步地冲进房间，砰地关上了门，生怕和我再有接触。婆婆看到此场景，不分青红皂白地指责我：“小颖啊，不是我说，你去接孩子放个学都能惹他不开心。”我苦笑回复：“妈，我也不清楚心怡到底是怎么了，可能她今天心情不好吧。”我平复了下心情，过了一会，带着一盘水果敲门进到儿子房间。儿子看到我又紧紧拧眉，但随即他又像是想起什么，指着作业本上的一道题问我：“你会做吗？”我很开心，这是儿子第一次向我求助学习上的事。但我思考着这道求特殊四边形面积的题，越看越不对劲。儿子不耐烦地催促我：“你到底会不会啊？”我已经弄懂了这道题，冷静地说：“这道题出错了，他少给了一个条件。”儿子捧着肚子开始大笑，看着他这突然的笑，我愣住了，不明白他在搞什么。他笑够了，擦了擦眼角的泪花，切了一声说：“得了吧你，不会就是不会，还说题目出错了，你可真有意思。你赶紧走吧，别打扰我学习了。”我这才反应过来，
儿子刚才的笑饱含着多么浓重的嘲讽意味。我眯起眼睛，摇了摇头，心想：我好歹是211大学毕业的，曾经在公司也是个高管，现在竟然能被4年级的小朋友质疑和嘲笑。我摸了摸他的头说：妈妈当年高考上了211大学，你要很努力才能和妈妈考得一样好呢。儿子立马扶开了我的手，叉腰冲我喊：我才不稀罕和你考一样的大学，你就算考上了什么211，现在不也还是当个家庭主妇伺候人吗？我要考就考跟我爸一样的。我缩回手，尽管心里很难受，但我没法反驳儿子的话。我没再管这道错题，因为我知道，即使老师在课上讲这道题出错了，儿子也不会觉得我有多厉害。因为辞职这么多天后，我突然发现一件事，儿子好像一直都看不起我。从前我上班的时候是，现在我当了家庭主妇更是，只不过这段时间更加明显而已。但扪心自问，这么多年，即使我在工作，也没忽略儿子，至少比起他父亲，我与儿子相处的时间更多。我每天准时上下班，接送他放学，陪他学习。我不知道还要怎么样做才能扭转儿子对我的看法，毕竟我也是第一次做母亲，我只能一直对他好。儿子说我每天灰头土脸，给他丢脸，所以我第2天特意去做了个美甲，还化了淡妆。去接儿子放学时，他竟然还是像之前那样，仿佛我是他妈这件事给他丢了多大的脸一样。我努力平复情绪，带着微笑问他：妈妈今天特意去做了美甲，你看看好看吗？谁知儿子竟然冷漠地说：你做这么长的美甲，家里的活谁来干？你难道让我奶奶干活吗？我沉默良久，没再说话。周末，婆婆过生日，老公家一帮子亲戚来到了我们家祝寿，一屋子10多个人，所有的菜都是我做的。事已至此，我只能努力地去融入这个家庭。自从我全职做起了家庭主妇，家中所有的活都默认给了我，即使这一帮人什么事都没有，在那嗑着瓜子，也没人想着到厨房帮我一把。我忙得4脚朝天，最后一盘菜炒出来，我端出去的时候，发现这一家人早已经吃上饭了，没有人等我，甚至连一个位置也没给我留。我端着菜站在门口，有些不知所措。儿子姑姑看到了我，不屑地撇撇嘴：心怡，别坐这吃了，给你妈让个座。儿子大叫起来，不满地看着我：凭什么？这是我的位置，他爱坐哪坐呢？还有姑姑，说了别叫我的名字了，我讨厌他。什么破名字？所有人都像看笑话一样看着我。我整理好情绪，走到儿子旁边，拿了个椅子坐下。儿子立马夸张地叫嚷，嫌弃地往他姑姑身边凑，一股油烟味，呛死了。儿子姑姑在一大帮亲戚面前继续装好人：心怡，你怎么能这么说你妈？几个亲戚插科打诨，这段插曲变过去了。饭桌上，我看儿子一直吃肉，于是给儿子夹了口菜，谁知他立马嫌弃地挑出来，然后转头指着我刚给他夹的那盘菜，跟他的姑姑说：姑姑，你给我夹这个菜。我愣住了，酸涩的感觉涌上我的心头，眼睛里蓄满了泪。我赶紧低下头。之前儿子姑姑不在时，他对我还没有这么排斥，但他很喜欢他的姑姑，在他姑姑面前，他总要与我划清界限，为此没少给我难堪。儿子年龄小，对他来说这只是单纯的表达好恶，但他姑姑袁欣欣就不一样了。从老公第一次把我带到家里时，他就对我表现出明显的敌意，结了婚后更是一声嫂子都不愿意叫我，只是我不在乎他，所以并没深究。可自从儿子懂点事后，
他就没少在儿子面前说我坏话。可以说，儿子现在对我的敌意误解，很大一部分是袁欣欣和婆婆带来的。吃完饭，我看了下时间，今天有儿子的语文补习班，我也不想让儿子补课。但儿子的语文成绩这次期中考试全班倒数第一，太差了。除了语文，他其他科目都名列前茅，所以我想着把这大短板往上补一补，给他报了个补习班。我催促儿子快点收拾一下去上课，儿子立马跳脚：这时候了，我姑姑还在，我去上什么补习班？你要上你自己去上。袁欣欣立马在旁边帮腔：欣怡说得对，补习班不想上就不上了。再说你现在只是个家庭主妇，怎么能教育好欣怡呢？我看了这什么语文补习班根本就没必要上。我不由得对他心生怒气。之前我边上班边照顾家里的时候，袁欣欣就在我老公，尤其是几岁的儿子那里没少说我的坏话。他说我心里没有家，没有儿子，所以不肯把全部的时间都用来照顾这个家。我看着儿子离我越来越远，咬咬牙，真的辞了职。而如今我已经辞职了，他依然还是对我颇有微词，拿我现在是个家庭主妇这话在儿子面前来贬低我。我知道了，不管我做什么，在他那里都是错的，因为他看我不顺眼，不是一天两天了。我有些不客气地对他说：袁欣欣，我怎么教育孩子还轮不到你来指手画脚吧？不等袁欣欣说话，儿子便指着我说：你怎么跟我姑姑说话呢？我愣住，半晌声音艰涩地响起：你知道她是你姑姑，你难道不知道我是你妈吗？周围气氛弥漫着淡淡的尴尬，有人出来打圆场。儿子切了一声，没理我，把身子转到他姑姑那边。姑姑，你陪我批你刚才带过来的乐高吧。我转头回了房间，不理会他们的热闹。实际上我也参与不进去。今天儿子的态度真的让我有些失望了，但失望归失望，我还是没打算放弃他。毕竟他只有我这一个妈，我也只有他这么一个儿子。可是接下来发生的一件事是真的伤透了我的心。那天去接儿子放学，车在半路上坏了，没办法，我下车打电话叫人拖车。再看看儿子不耐烦的样子，我叹口气，原本想带他走路回家的念头作废。我站在路边打车，北方的冬天很冷，我站在路边闻着汽车的尾气，没有一辆车停下来。儿子被一旁的玩具店吸引了目光，我看了下上面标着的价格，小小的一个玩具乐高盒子竟然要3、4千。我又看了下老公每月给的生活费，一家子人的吃穿用度，老公只给我2000，今天修车的钱还不知道要花多少。于是我耐心地跟儿子说：妈妈身上没这么多钱，你懂点事，我们不买这个了好吗？本以为他哪怕不愿意跟我闹闹脾气，也会听话回家。可是没想到，我怀胎9月生下的儿子，如今为了一个玩具，就能对我拳打脚踢。他听了我的话，立马在地上开始撒泼打滚。你没钱，你花的都是我爸的钱。你现在说你没钱，你算老几？钱都是我爸挣的，你敢不给我钱？我第一次见这种之前只在网上看到过的场面，愣住了，一时无法收场。见我不动，他更生气了，从地上爬起来，开始用手打我。毕竟是小孩子，力道不算很大，但这个举动深深刺痛了我的心。我突然想起来，曾经的我看到这种视频时，也是嗤之以鼻，想着什么样的教育能教出这样的孩子，没有一点长幼尊卑和感恩之心不说，还敢像打仇人一般拳打脚踢起自己的妈妈。这种孩子白给我都不会要，我直接秒变后妈。而现在
这种孩子竟然真成了我的儿子。我苦笑着说：“我是你妈，不是你的仇人。”儿子更加激动：“你以为我想让你当我妈？要不是我被你生下来没法选择，我才不会让你当我妈。”我此时已经从悲伤中渐渐缓过来，冷淡地对儿子袁心怡说：“那你就去找别人当妈吧。”说完，我便转身离开，没再管他。袁心怡看我走了，也没了撒泼的对象，灰溜溜的自己站起来，也跟在我身后走着，边走边在后面嘀嘀咕咕。旁边的路人都好奇地看过来，但他的话语已经无法影响我的情绪了，因为我已经决定放弃他了。我早就应该知道，处在这个畸形的家庭中，身边的人都是不正的上梁，我是无法凭借一己之力改变他已然歪了的品性的。既然无法改变，那我就远离吧。回到家，老公破天荒的在家，儿子先向他告起状来：“爸，你能不能管管他？车坏在半路，我跟着他一路走回家，让他给我买个玩具，他跟我说没钱，你快教训教训他。拿着你辛苦挣的钱，还不给你儿子花钱。”我被袁心怡这番不要脸的话气笑了。感情在袁心怡内，他爸就是他亲爸，我这个妈就不是亲妈了，还教训我，他也配？老公不满地看着我：“儿子想要个玩具，你就给他买了呗，又不是不给你钱，儿子面前还这么小家子气。”我回怼道：“一个乐高3000块，你每个月给我的生活费是2000块，这玩具要买你去买吧，我不做这个好人了。”说完，我就把自己锁在屋里，不想看他们那一张张恶心的脸。老公摸了摸鼻子，心虚的不说话了。袁心怡被他奶奶哄走，不知道又在说我什么坏话，而我把自己锁在房间里，思考良久。袁心怡这么一闹，倒是把我闹清醒了。我开始权衡利弊，这样的儿子，即使我继续把他养出来，估计他也不会懂得感恩。袁心怡不是说她不想要我这个妈妈，正好我也不想要他这个儿子了。我上网开始联系工作，辞职的这段时间，我曾经的岗位早已经被人代替。我发了无数条信息，打了10几通电话后，原来的上司给我写了封推荐信。我去了另一个公司，依然是主管位置。我联系公司的时候，老公袁宇安敲了好几次我的房门，在外头嚷嚷：“赶紧出来做饭，一家子人都等你做饭吃呢。”儿子也在旁边喊：“饿死了，他怎么还不出来做饭给我吃？”我被烦得不行，真把我当老妈子了。我冲外头吼道：“我今天身体不适，不想做饭，谁爱做谁做去。”不一会，外头没了声音，我联系好工作，从房间里走出去，家里已经没了人。我疑惑他们都去了哪里。我打开手机刷起朋友圈，看到袁欣欣晒的图片，我冷笑，本想着是婆婆做饭，没想到他们一家下馆子去了。她那条朋友圈还配文说：“一家人整整齐齐，幸福的生活。”好啊，他们是整齐的一家人，就我一个外人。那以后就别什么事都指望着我这个外人。离婚的念头在我脑海中疯长。老公出轨白月光，我想着本身我跟他也没多少感情，跟他结婚完全就是搭伙过日子，再加上又有了儿子，所以从前我是为了子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忍了。现在我不想忍着这恶心了，这一家子的人都蹬鼻子上脸，让我想吐。真当我是好欺负的吗？袁宇安很少回家，他对儿子说是在外面挣钱养家，我也帮他隐瞒着，但我知道他不在家的时候，都是在外面和他的白月光李欣彤厮混在一起。我找了狗仔，天天蹲他，终于拍到了不少精彩的照片。这些日子，我每天早出晚归，饭也不做，儿子也不接，
有什么事都推给袁宇安和他妈，而我去上班，他们对我很不满。但只要我闭上耳朵，就听不见那些刺耳的声音。袁宇安挑了个周末，说要跟我谈谈。这些天的不对劲，他也有所察觉了。我想了想，在工作中越来越稳定的地位，再想了想李欣彤大起来的肚子，笑了。好啊，正好我也想跟你谈谈。周末这天，不止我和袁宇安两个人，袁欣欣、袁心怡、婆婆这一家子人都在。我抽了个椅子坐下，袁欣欣冲我翻了个白眼，摸了摸袁心怡的头。袁心怡一脸苦大仇深地瞪着我，才9岁的儿子，脸上的表情就能这么老气？你是不是外面有人了？一上来，袁宇安就质问我道。我一猜，这话就是袁欣欣捣鼓出来的。这几个人当着儿子的面就敢这么污蔑我，尤其是袁宇安这么直接的质问。既然袁宇安，儿子的亲爹，都不在乎父母在孩子心中的形象，我还辛辛苦苦维持什么？我也不在乎了。我直接甩出照片，你还有脸问我出轨的是谁？你们都心知肚明吧？都别装了。他目光躲躲闪闪，支吾的说不出话。但是袁欣欣立马就替袁宇安接过话来：你自己照照镜子，看看自己怎么样？老公出轨，不知道从自身找原因吗？再说了，要按时间来说，小鱼姐才是我哥的初恋，你才是小三，这怎么能叫出轨？我被他这一番颠倒黑白的说辞气笑了。但凡有点脑子，都不会说出这种话来。同为女人，她就能这么污蔑人，她良心不会痛吗？袁心怡听了她亲爱的姑姑的话，也从一开始的震惊到对我的怒目而视。我姑姑说的对，你才是小三，我宁愿要小雨姐姐当我妈，都不想你当我妈。我冷眼看着他们，他们每个人丑陋的面孔，我都牢牢记在心里了。这样以后，即使有什么事情，我也不会再心软。我盯着袁宇安，离婚吧，袁宇安。霎时间，所有人都沉默了。他们万万没想到，忍了这么长时间的我，会主动提出离婚。沉默了几秒，所有人都炸了。婆婆率先反应过来，竟然劝我不要离婚。我心想，她可不是不想让我走，她只是怕我要抢儿子的抚养权。袁欣欣的反应在我意料之中。哥，趁他没反悔之前，你赶紧离婚，我小鱼姐还等着你呢。袁宇安面色有些纠结，问我财产你打算怎么分割？紧接着他又开始做起假好人。我知道你肯定想要儿子，这样吧，儿子跟你跟我都可以，看你决定。我还没来得及说话，儿子便在一旁炸毛了，哭着对我吼道：你别想把我带走，我死都不会跟你走的。你离了我爸都没法活，我才不跟你，自己什么都不是，你还有脸管我呢？我看着他眼泪鼻涕呼在一起，面目狰狞，冲我喊的样子，我张了张嘴，失了声。他这是有多恨我呀？这么恨自己的亲妈？那你就去找后妈吧，正好你爸也给你找好了。我冷声对袁宇安说：财产3-7分，我欺你3。看着袁宇安涨红的脸，我又说道：我提醒你一句，这么多年家里的存款大部分都是我挣的，不能因为最近我辞了职没了收入，你就抹杀我之前的努力。还有，你是出轨方，我都算对你仁慈了，你没资格跟我讨价还价。这房子是我的婚前财产，我给你们1周时间，赶紧找房子搬出去。然后我看着袁心怡说：袁心怡，我就不要了，归你，我会每个月往卡里打生活费，我不需要探视，以后除了给钱，我就当没有这个儿子了。这话一说出口，所有人都愣住了，儿子也紧紧盯着我。婆婆说：你可就这一个儿子，你真想好了？我轻声开口：想好了。
他也没把我当妈，我又何必把他当我儿子？说完，我就拎包走了。走之前，我听见袁心怡开心地说：“他终于走了，爸，赶紧给我改名，没人能管我了。”哈哈，我心下黯然。心怡这个名字是我父亲起的，他是个老中医，最喜欢的便是心怡这味中药。儿子刚出生时，他便重病在床，临死前给儿子起了这个名字，陆心怡。可是儿子年纪小，总觉得这名字是女生叫的，听起来像另一个心怡。我跟他解释了很多次，他都是一副拒绝沟通的样子，转头就去找他爸，嚷嚷着要改名。老公那时瞟我一眼，自从出轨被我抓到后，他就自知理亏，在儿子的教育问题上，总是在一旁和稀泥。先别改了，长大了再说吧。现在好了，没了我的干涉，他们一家就好好过日子吧。名字改了，这个世界上袁心怡和我之间的关联再也没有了。1周时间很快就到了，我已经猜到他们没那么老实的搬出去，于是我找了人上门收房。他们一家被狼狈的连人带行李扔出了门，走的时候还气急败坏地骂我没找到合适的房子。他们竟然去了小三李小雨的家里住着，真没下线。也不知道小三有没有后悔，但他的肚子已经那么大了，也快生了，这时候后悔有点晚了。傻儿子，之前还一直说我花他爸辛苦挣的钱，他还真以为他爸每个月挣的钱能够这一大家子的开销吗？之前是由我月薪2万的工资顶着，我辞职后是由我攒下的积蓄顶着，现在离婚财产3七分了之后，他们一家也该捉襟见肘了吧？离婚后，袁宇安火速与小三领证，搬进小三家中，只有2个卧室。袁心怡要和他奶奶挤在一起，袁心怡不总是心疼偏向他奶奶吗？现在好了，每天和他住一个屋子，好好联络感情。我每天按部就班的上班，上司看我出色的业绩，说要给我升职。平静的日子让我很开心，直到有一天，一通电话打到我这里来，是之前我给袁欣欣托关系找工作找的那个人。他在电话里压低声音说：“小颖，你上次给我推荐的那个人，就是你小姑子袁欣欣，她闯祸了，听说公司追责要判刑。”我当即来了兴趣，一打听才知道，这段日子袁家早就一团乱。袁宇安他们住进小三家里后，小三生了个儿子，他们一家人都忙着照顾刚出生的小婴儿，对袁心怡多有忽略。说来好笑，现在我也不知道袁心怡有没有改名，我应该叫她什么了？袁欣欣照旧总去他哥那里刷存在感，也就是小三的家里。有一次连带着她老公也带过去了。她老公本身是个穷货，但我也不是瞧不起穷人，只不过之前有一次袁欣欣带着她老公来我家，借口什么事就来摸我的手，我就看出来此人色欲熏心，早晚有一天要出大事。于是我头一回跟袁欣欣发脾气，让她不要再带她老公来我家。离婚之后，没了我的阻拦，袁欣欣经常带她老公去小三的家里。谁成想，她老公看上了小三李小雨。有一次家庭聚会，趁着别人喝醉的时候欺负了她，整个袁家乱了。李小雨想要告袁欣欣老公，但是袁家其他人把这件事压下来了，说家丑不可外扬。李小雨崩溃了，闹着要自杀。有一天晚上，趁着没人的时候，他掐死了刚出生的孩子，自己也跳楼了。袁宇安每天焦头烂额，已经没心情管袁心怡了。婆婆看着刚出生的亲孙子就这么没了，一病不起，袁欣欣也陷入了癫狂。之前袁欣欣不是对我说，袁宇安出轨都是我这个做妻子的错吗？
现世报来得这么快，她敢对自己也这么说吗？袁欣欣她老公出轨这件事对她刺激很大，她在工作上频频出错。终于有一次，她不小心泄露了公司的关键信息，给公司造成了几千万的损失。现在公司要她赔钱，还要告她商业泄密罪，一人得道，全家鸡犬升天；反之，一人下地狱，那一家人都跟着下地狱去吧，反正都不是什么好人。袁欣欣给我打来了电话，哭着求我：嫂子，我错了，我当初不应该这么说你，这份工作不是你给我介绍的吗？我求求你帮帮我，再帮我找找关系吧。我笑着回复：你自己闯了这么大的祸，现在是法律要制裁你，我怎么帮你啊？袁欣欣知道我怎么样都不会不计前嫌帮他，于是恨恨地对我说：你不帮我是吧？那我就绑了你儿子，把他从18楼推下去，反正我烂命一条，我就是不想让你好过。这话我真该录下来给袁心怡听听，她这么向着的小姑，现在为了威胁她亲妈，扬言要杀了她。但很快不需要我录下来，我没想到袁欣欣她真的敢。接到警方电话的时候，我还在和客户交谈，听到对方说的什么之后，我脸色变得难看起来，和客户道了歉，我便匆匆赶往小三家中。此时那栋楼已经围了不少人，我抬头一看，袁欣欣押着我的儿子站在楼顶。我和警官说了一声后，便跑上楼。袁欣欣一看到我，便转移了注意力，因为很显然，他更恨的是我。儿子只是他为了威胁我拿的把柄，他现在已经失去理智了，见人就咬，把错一股脑推到我身上，都怪你这个贱人，给我介绍的什么破工作，还有要不是你提出离婚，我哥也不会搬到李小雨那去，我老公也不会遇到那个贱人，整个家都散了，我还要坐牢。他崩溃了，但袁欣欣还是指望我能帮他。见我软硬不吃，他开始口不择言地说：我不信你对你儿子真狠得下心，当初你对他那么好，怎么可能说不要就不要了？说完又怕我真的会不要他，又说袁心怡很好骗的，我当初说了几句就能让他跟你离了心，现在你多在他面前说我的不好，他肯定会重新跟着你这个亲妈的，你毕竟是他亲妈呀。他说的对也不对，对的是我不会眼睁睁看着他把我儿子推下去，不对的是当初我并没有逞强，除了生死，这个儿子跟我半毛钱关系都没有，我是真的不会再管他。儿子听完袁欣欣说的话，不可置信地看着他亲爱的姑姑，又泪流满面地看着我。妈，救我！我尽可能稳定袁欣欣的情绪，哄骗她说，我可以帮你，我跟你老板关系很好，我可以求他不要告你，至于赔偿，我可以帮你赔钱。她信了。脆弱的人总是更容易相信别人，就像溺水中的人胡乱抓住一个东西就以为是救命稻草一样。他可以抓住这根稻草，但是这根稻草随时会断。把袁欣欣劝下来后，他就被以扰乱社会治安罪拘留了。袁心怡紧紧跟着我，妈，我错了，我现在知道你是真的对我好了，对不起，我以前不应该那么说你。我说，你不用跟我道歉，现在我也不是你妈。说完我就给他送他爸那里去了。他爸在医院照顾婆婆，把儿子丢给他爸后，我说了句管好你儿子，然后就走了，不理会他们可怜兮兮地看着我。我早就预料到他们会回来求我，只不过没想到场景会这么惨烈，但那又如何？我说了不会心软，就是不会心软。在他们瞧不起家庭主妇，无视我的付出的时候，在儿子对我恶语相加、拳打脚踢的时候，在他们一家向着小三还颠倒黑白说我是小三的时候，
我就默默地发誓不会再回头。这么多年我的付出，也不需要他们对我感恩，就当作喂了狗。一切尘埃落定的时候，袁宇安总是带着放学的袁心怡来接我下班。我每次都选择无视他们，但他们依旧坚持不懈。我不明白他们怎么有脸求我复合，但我也不打算跟他们交谈了，因为我知道我们的思想从来都不同频。我不像他们那样毫无下限，多说一句都是对牛弹琴。他们想要的自始至终都只是一个妻子、母亲的角色，这个角色可以是任何人，只要不停地对他们好就好。我不堪其扰，向公司申请了出国工作。飞机升到9000米高空，我看着地下的高楼大厦变成比蚂蚁还小的物件，缓缓吐出一口气。回归职场后，我发现原来曾经困扰折磨我那么久的家庭琐事，也如同小小的蚂蚁一般，不过如此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《真情人间》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